都是你！办事不力，把我弟弟的心脏拉在了机场，是你亲手害死了他！顾总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我是被人诬陷的。顾总，他根本就不是被诬陷。你看，这份乘客确认名单上清清楚楚签着他的名字。宋曼，我们是最好的闺蜜，你怎么能反过来污蔑我？我可没有你这种视人命于无物的好闺蜜。当初我反复提醒你，是你告诉我人命哪有规矩重要，耽误了几分谁来负责任？林剑夏，就算我是你老公，也绝对不会偏袒。是你把医生落在机场耽误手术，你就是害死顾小少爷的凶手。顾总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被污蔑的。你这个毒妇！我要让你给我弟弟陪葬！接下，乘客都已经到齐了，就等你签字确认了。都确认过了吗？没有问题吧？当然了。接下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报告机长，乘客已经全部到齐，唯一检查完毕，可以起飞。收到。这一世，我的丈夫沈星洲为了和我的好闺蜜苏曼在一起，忍受设下圈套，害得我惨死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让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3001次飞机即将起飞，请坐好。3001是一路医生那次航班，我这是重生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苏曼和沈星洲的计划得逞，我会让这些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。接下，乘客都已经到齐了，就等你签字确认了。你确定人都到齐了，没有遗漏？我当然确认。接下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林剑夏，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突然打我？疯的是你！我再问你一次，飞机里的乘客，你确定都到齐了，没有遗漏？我确认过了，我逐排核对过名单，一个都没少。你少在这里无理取闹，是吗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那这个座位的乘客呢？你不是说人都已经到齐了吗？那这个空位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林剑夏怎么会知道2A 是空位呢？机长，紧急情况，头等舱2A 座位的乘客尚未登机，那是携带救命心脏的医生，千万不能起飞。重复，千万不能起飞。收到，已暂停起飞程序，等待进一步指示。不准开！这个时候你开门，出了事儿，谁来负责任？放开！那位医生带的是能救人命的心脏，耽误1秒都会出人命，出了事你负责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心不心脏，我只知道航班秩序不能乱。你要是敢开门，我就举报你玩忽职守。我已经说明情况了，沈星洲，你竟然还敢起飞！沈星洲，你竟然强行启动飞机，为了陷害我，你真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做得出来！剑夏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就是落了一个客人吗？这种事儿不是常有的吗？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？
小题大做，那是带着救命心脏的医生，耽误了这趟航班是会出人命的。飞机已经起飞了，难不成还能停下来？林剑夏，我劝你别再白费力气了，安安分分的完成这趟航班，否则追究起责任来，你跑不了，跑不了。林剑夏，别挣扎了，害死首富弟弟的罪责必须给我担着。和苏曼争辩毫无意义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止飞机起飞，必须立刻联系塔台。林剑夏，你干什么？沈星洲，开门！沈星洲，你开门！不对，我怎么忘记了？沈星洲和苏曼这两个人原本就是狼狈为奸，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开门，看来必须要用备用密码强行开门了。老婆，你身为乘务长，不知道驾驶舱不能随便进出吗？机长，刚刚遗忘的乘客是位携带重要医疗物资的医生，我必须跟塔台沟通，让他乘坐下一趟航班，顺便取得联系，以免后续麻烦。现在飞机已经启动，就算联系塔台，也赶不上手术时间了。不如卖个人情，省得他在这里久缠不休。行吧，我联系塔台，说清楚情况。你殿下，你干什么？塔台，这里是3栋1次航班，我是乘务长林剑夏。刚刚有位携带重要医疗物资的医生被遗忘在机场，请求立即停止滑行。紧急情况，重复，请求立即停止滑行。林剑夏，你疯了！林剑夏，你疯了！是谁让你这么说的？我不这么说，你和苏曼会让我联系塔台吗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林剑夏发现我们的计划了？海航3栋1，同意你们终止滑行，请机长返回停机坪，尽快拉上医生起飞。何经理会在飞机落地后了解情况。塔台的强制停机指令已经发出，赶快回去。林剑夏，你敢违抗机组指令？你知道这样会造成多大的航空事故隐患吗？林剑夏，你疯了吗？强制停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想害死我们吗？剑夏，你冷静点，飞机不能随便开门，现在停机已经是违规了，再开舱门只会是错上加错。听我的，赶紧给塔台解释清楚，就说刚才是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？你们心里最清楚。那个医生带着救命的心脏在机场等着，你为了诬陷我，隐瞒他没有登机的事实，真是连人命都不管不顾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带着心脏的医生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让开！这趟航班我必须让那个医生登机。拦住他！要是开门了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殿下，你敢！沈星洲，今天这舱门我开定了。你们这群废物，差点害死我的病人！整整晚了半个小时，你们知道这恒温箱里的心脏有多重要吗？不就半小时吗？那航班晚点不是常有的事吗？至于这么大呼小叫的？这颗心脏是活体器官，离开供体后，活性每1秒都在流逝，最佳转运时间就5个小时。你们耽误的这半个小时，他的心肌细胞在持续受损，一旦他的活性跌破临界值，到时送到手术室，病人也只能等死。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是他玩忽职守，没有检查乘客是否到齐，是他耽误时间。你还真是会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在检查乘客时故意隐瞒，说人全部到齐。若不是我发现2A 座位还空着，这颗心脏到现在还被晾在机场，病人出了事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你血口喷人，我才没有刻意隐瞒，是你疑神疑鬼，小题大做。都住口！这颗心脏是给首富顾泽先生弟弟准备的，如果耽误了他的手术，到时我们都得完蛋。
听说顾总有一个弟弟，从小体弱多病，整个顾家一家子都宝贝的不行。之前有一个人就叫了一句病秧子，全家就都消失了。剑夏，这次你完了。谁完还不一定呢。你们的恩怨我不管，但这次延误的前因后果，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顾总，让他知道是谁在拿人命开玩笑。啊，医生，您先消消气，快起坐，我们马上起飞，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赶路，绝对不会再耽误1秒钟，保证不影响手术。来，请。哎呀，阿泽，心脏怎么还没到啊？哎呀，小雨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？啊，别着急，快到了，再等等。怎么样？能接到了吧？心脏没有问题吧？顾总，出状况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携带心脏的医生被滞留在机场，整整半个小时才登机。说是因为以为空姐工作疏忽，一开始没发现医生没登机，差点就错过了转机时间。什么？到底是哪个空姐？给我查清楚她的名字，还有当时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单。我要知道，到底是哪个部长演的，耽误了我弟弟的手术治疗。医生，我送您出去。机场已经给您安排了车辆，能最快赶到医院。看他那副上赶着邀功的样子，真以为这样做就能把之前违规的事抹除？私闯驾驶舱，抢对讲机叫停飞机，这哪一条不是要被公司严惩的？可不是嘛，真当自己是救世主。当初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顾泽弟弟的手术早就出了问题，罪责全落他头上，咱俩早就得偿所愿了。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何经理最看重的就是规矩，他今天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就算给他1万个理由，他也得卷铺盖走人。那可真是便宜他，最好让整个航空圈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以后再没人敢用他。那是自然，等他滚了，再找机会向公司申请，把你提拔成乘务长。还是你想的主意。医生，这次麻烦您了，都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失职，让您和病人都多承担了风险。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怪你，是有人故意隐瞒。你能及时发现问题，并坚持叫停飞机，已经帮了大忙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的告诉顾总，一定不会让你委屈的。谢谢您，辛苦您了，医生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林剑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林剑夏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公司的规章制度？私自闯入驾驶舱，抢夺机组通讯设备，还擅自要求塔台强制停机，还违规打开舱门，你这是把机组纪律当儿戏，把航空安全当摆设吗？你知道这次强制停机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？航班延误，机场调度混乱，还有乘客投诉，这些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作为乘务长，你不仅不以身作则，还带头违规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何经理，您消消气，这事当时我也拦着，可林剑夏根本不听劝，非要一意孤行。驾驶舱是何等重要的地方，他却凭着备用密码私自闯入，还抢对讲机。这要是出了什么航空事故，我们谁也担不起啊！是啊，何经理，我当时也反复提醒剑夏姐，可她就是不听，还给了我一嘴巴。她完全不顾公司的规定和大家的安危，她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老婆，你赶紧给何经理道歉，说不定还能从轻处理。私闯驾驶舱，抢对讲机叫停飞机，这哪一条不是重罪？真要是追究起来，可不是丢工作奖金的。听见了没？连你的老公都这么说，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你们两个添油加醋的跟何经理说了这么多，还真是狗急跳墙。
阶下，虽然你是我老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无视公司的规章制度包庇你。沈机长说的没错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你违规的借口。我承认我是违反了机组的规定，可我是为了救人，在生命面前，所谓的规章和流程难道不应该让步吗？你还敢顶嘴？再说了，那个医生要救的是首富顾泽的亲弟弟，如果耽误了医生救人，我们整个航空公司都会完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救的人是顾总的亲弟弟？没错，起飞前明明是苏曼说乘客已经全部到齐，让我签字确认，可头等舱2A 的座位根本就是空的，是他隐瞒了医生未登机的事实，把人落在了机场，险些耽误救命手术。你胡说！何经理，不要听他一面之词。苏曼只是普通空乘，核对乘客之后，必须经过乘务长签字确认。没有林建夏的同意，我怎么可能下达起飞指令？分明是他自己工作失职，现在倒想甩锅给别人。老年痴呆症犯了，让我帮你回忆回忆。剑夏姐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你也不能打沈机长啊！要打你就打我好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何经理，真的是剑夏自己确认了才确认起飞的，他现在就是怕被追责，才反过来污蔑我。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乘务长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敢隐瞒事实？好你个李建夏，自己工作失误还想甩锅给别人，耽误了顾总弟弟的手术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顾总是什么人？得罪他，别说你们，整个航空公司都得跟着完蛋。什么？顾总已经在来机场的路上了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在大厅等候。您放心，一定给顾总一个交代。完了，顾总亲自过来的，林建夏，你可真要害死我了！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整整晚了半个小时！要是耽误了我弟弟的治疗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顾总，你先冷静。航班起飞前，机组人员苏曼没有核对清楚乘客信息，把我落在了机场。如果不是乘务长林建夏及时发现问题，强行叫停飞机，这颗心脏根本送不过来。好在这颗心脏的活性还在临界值以上，现在做手术还来得及，但再晚10分钟，恐怕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那你还不赶紧进去做手术？快！是。苏曼，林建夏，我都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顾总特意吩咐必须当面见林建夏，还说要亲自了解延误的来龙去脉。顾总亲自过来，他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不然呢？难道是来给你们呛住？耽误了顾总弟弟的手术，谁都别想好过。何经理，是苏曼在清点乘客时故意隐瞒，我叫停飞机只是为了救人，何错之有？给我闭嘴！我看你就是嫉妒苏曼工作认真，人缘好，故意栽赃陷害他。我嫉妒他罔顾人命，弄虚作假。剑夏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你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危来当做筹码。顾总要是怪罪下来，我们整个机组的安危都有问题。求求你，就为了我们大家，求求饶吧！哼！林建夏，你目无规章，颠倒黑白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，立刻收拾东西离开海城航空。林建夏，这次你彻底翻不了身了。何经理，你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，你就不怕我向总部申诉，曝光所有真相？申诉？哼！总部只会顾及公司的声誉，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小小的乘务长去得罪海城首富顾总？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剑夏姐，顾总可是最疼爱他这个弟弟了，现在他弟弟手术延误了，他肯定会怪罪下来。还是想想怎么求饶自保吧。按上一世的时间线，这次延误根本不会影响手术，怎么会闹到顾总亲自出面的地步？通知公关部发出公告，开除林建夏，强调这次事件是林建夏个人工作失误造成的，与公司无关。
尽快撇清关系。林剑夏，别挣扎了，这就是你的命。你斗不过我，也斗不过沈星洲。来的是顾老夫人，顾总怎么没来？顾老夫人，您怎么有空大驾光临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您啊！提前通知你，给你机会让你销毁证据是吧？顾老夫人，您这说的哪里话啊？别在这给我东扯西扯，告诉我，是哪个不长眼的空姐耽搁了我儿子的心脏上飞机？顾老夫人，就是他耽误了贵公子的手术，他是这趟航班的乘务长林剑夏，就是他关了舱门，耽误了起飞。苏曼，你还真是巧舌如簧。你这个不长眼的蠢货，是你害了我儿子手术。顾老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害得我儿子手术延误，你就是有100条命也不够赔的。儿子，我已经赶到机场堵住乘务组，你人呢？妈，我现在在机场监控室调监控，我要查出那个空姐的罪证。都别动！把3001次航班的监控全都给我调出来！林剑夏，我儿子今天手术要是有任何闪失，我定要了你的命！老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顾老夫人，真的不是我害了你儿子。还敢躲？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我儿子已经去调取监控了，等会儿监控视频到了，我看你还敢怎么狡辩？那就等顾总来，还我一个清白。顾老夫人，虽然林剑夏是我老婆，但我绝对不会徇私枉法。她作为乘务长，没有清点人数，就是最大的工作失误。是啊，顾老夫人，他作为乘务长没有清点人数，而且我提醒他，他还埋怨我，说我耽误他下班。你这种人也配当乘务长？顾老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我们公司一定会处置林剑夏，给您一个交代的。我儿子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你们整个航空公司明天就从海城消失。老夫人，这都是林剑夏他自己的工作失误，你可不要牵动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呐。无辜？林剑夏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你没有做好员工培训，还好意思在这儿说无辜？老夫人，我们航空这些年都是受了顾总的扶持才到了今天，我们哪敢耽误肖少爷的手术啊？这都是林剑夏的错，都是他玩忽职守才酿成的大错呀！都是他们颠倒黑白，是我负责清点人数，但是我第一时间就发现医生没有上飞机，是苏曼和沈星洲他们极力阻止我开舱门，才会导致飞机延误。顾老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想摆脱罪责，拖我们下水。顾老夫人，是他亲口告诉我人员全部到达，我才启动飞机的。要不是苏曼及时发现叫停飞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呀，老夫人，沈机长可是林剑夏的老公，他总不会污蔑自己的老婆吧？他说的话绝对可信。你这个女人不仅玩忽职守，害我儿子延误手术，现在还想污蔑他人，替你背锅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今天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定要了你的命。剑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就是想摆脱罪责，也不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顾老夫人，多亏您明察秋毫，要不然我就要被他害惨了。
明明是你们联手隐瞒真相，阻止我开舱门，现在却反过来倒打一耙。等会儿顾总来了，就会还我清白，到时候就知道到底谁在说谎。还敢嘴硬！等会儿我儿子把监控视频拿过来，我一定要让他好好收拾你，让你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夫人，刚刚医生说心脏来得太晚了，小少爷凶多吉少，让您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？林剑夏，我要让你为我儿子偿命！说，顾总，刚刚医生说小少爷的手术不妙，但是经过抢救，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医生说还是因为心脏送晚的原因，心肌活性受了影响，才导致手术中出现突发状况。给我加速调取监控，不要放过3001次航班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我都要看看是谁耽误了我弟弟的手术。等我找到，一定让他生不如死。找到了，这是驾驶舱的监控录像。放大，再放大！沈机长，我们的计划该不会被发现了吧？那个林剑夏，要是再让他多检查一次乘客，我们的计划可就泡汤了。哎，怕什么呀？他从小到大就信任你，我又是他丈夫，他怎么可能会怀疑我呢？我已经让人阻拦那个带着心脏的医生了。一会儿只要飞机一起飞，我们就举报林剑夏没有查好顾客，这样的话可有他受的了。到时候顾总弟弟没了救命的心脏，死在手术台上，这罪责自然全部都落在林剑夏头上，纵使他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沈机长，你可太聪明了，到时候林剑夏要是被那个顾总收拾了，我就是乘务长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还叫我机长呢？该换个称呼了吧？老公。妈的，这2个狗男女简直胆大包天，敢拿我弟弟做局，简直是找死！立刻通知下去，把苏曼和沈星洲控制起来，还有机场大厅的所有人，一个都不要放走！我要亲自过去，让他们知道敢动我顾家的人是什么下场。是。妈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那对狗男女在驾驶舱苟且，一个一个老公老婆的，那叫一个亲热。那个姑娘还亲口说是故意让医生在你身后留一会儿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林剑夏，你怎么这么耐不住寂寞，非要在机舱里跟你老公卿卿我我，还要不要脸？我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是恪尽职守，公私分明，没有做过越界的事情。还敢狡辩？刚才电话里说的清清楚楚，难道顾总还故意冤枉你不成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还敢嘴硬！何经理，告诉我要怎么处理这个得罪我儿子的女人？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们公司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一个犯过错的员工，更何况是耽误贵公司手术的重大失误。不要说这些虚的，我要的是处理结果。那个立刻把林剑夏停职查办。不够。那您看，我撕烂他这身虚伪的皮。顾老夫人，真的不是我在驾驶舱苟且的，是苏曼和沈星洲，真的不是我。顾老夫人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沈机长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。林剑夏为了摆脱罪责，硬是泼脏水给我们。顾老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在工作期间跟我老婆有亲密举动，是我没有恪尽职守，请您责罚我。但是我跟苏曼之间绝对没有任何逾矩之事。剑夏姐，你不能为了摆脱罪责就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陈剑夏，
你不知道沈机长是出了名的24孝好老公，在公司处处维护你，百般体贴。你竟然为了脱罪，竟然编造出这种不堪入耳的谎言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没有说谎，是他们两个早就背着我勾搭在一起，在驾驶室里偷情，还想着陷害我。你们以为监控是摆设吗？顾总早就查清了真相，他待会儿就会还我清白。我一个未婚的姑娘，清玉对我多重要啊！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能这么诋毁我吧？顾老夫人，你一定要明察秋毫，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你这个女人，巧舌如簧，心思恶毒，明明是你害了我儿子的手术，现在还想污蔑别人清白。我今天一定要撕烂你这张虚伪的皮，让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不是我在驾驶舱苟且，故意滞留医生的是苏曼和沈星洲。还敢嘴硬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住手！住手！顾老夫人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刘副总，你来干什么？顾老夫人，是顾总派我来跟你解释情况的。顾总，我听说小少爷的事情，立马就赶过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严查到底。特别是那个叫林建夏的乘务长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哎，要严惩的不是林建夏。哦，不是林建夏，那会是谁啊？是苏曼和沈星洲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他们两个人早就暗通款曲，联合设计，想要陷害林建夏，还想拿我弟弟的性命做局，好让林建夏全部背下所有罪责。好让那个苏曼取而代之，当乘务长。还好林建夏警惕性高，及时发现了医生还未登机，及时叫停了飞机，不然我弟弟的性命现在早就没了。他没有罪，反而立了大功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我听说顾老夫人已经去机场堵到林建夏了呀。不好，我母亲向来护短，容易受到情绪的刺激，她肯定会为难林建夏。快，带我去见他。是，董事长。说，顾总，医生说小少爷手术反应强烈，情况不稳定，你最好尽快来一趟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这样，你替我去机场拦住我母亲，千万不能让她伤害林建夏，更不能让那两个杂碎跑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放心吧，董事长，机场那边我一定安排妥当。这一天到晚都什么事儿了？我要赶紧去机场，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我儿子让你来解释什么？你别在这编谎话骗我。顾老夫人，害小少爷的是苏曼跟沈星洲，根本就不是林建夏。林建夏可是您家的救命恩人呐！你满嘴胡诌，我还没有老糊涂。林建夏私自叫停飞机，害航班延误，还差点害我儿子手术延误。你倒好，还在这儿说他大恩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顾老夫人，我说的千真万确，顾总在监控室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可以为林建夏作证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让我儿子给你作证，你少在这攀附关系，你肯定是收了林建人的好处，在这混淆视听。顾老夫人，我绝无半点虚言，真的是顾总派我来的，为了就是给林建夏作证，不让他蒙受了冤枉呀。顾总现在在哪儿？顾总刚才有事，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。真的是我儿子叫你来的？顾老夫人，千真万确。来，电话。我不信你说的话，我要让我儿子亲口告诉你。顾老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啊！是啊，强行打开舱门，害飞机延迟起飞的是林建夏，这些我们所有的人亲眼所见。闭嘴！这里轮到你们俩说话了吗？孰是孰非，我自然一目了然，还轮不到你们俩在这搬弄是非。苏曼、沈星洲，你们两个让医生滞留机场，还想让林建夏给你们背黑锅，你们两个心思简直恶毒至极。顾老夫人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叫停飞机只是为了救你小儿子的性命。你无不无辜，你说了不算，你也说了不算。
我这就给我儿子打电话，真相如何，自然一目了然。喂，阿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喂，医生，我弟弟情况怎么样？顾总，小少爷的手术虽然成功了，但之前航班延误导致心脏活性受损，术后出现了一些突发反应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，您尽快来一趟病房。好，我立马就到。你们一定要稳住他的情况。顾老夫人，顾总现在可能在忙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叫他跟您联系。够了，你少在这编胡话骗人！我儿子就算再忙，也从来没有不接我电话。刘副总，你竟然联合林剑夏过来骗我！顾老夫人，他一定是收了林剑夏的什么好处，才特意跑过来作证的。就是林剑夏私闯驾驶舱，还延误飞机，这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。刘副总居然还敢帮他做假证，颠倒黑白，真是太过分了！老夫人，你英明啊，怪不得这林剑夏这么嘴硬，原来有刘副总撑腰。林剑夏，我要让你给我儿子偿命！完了，顾总太交代我要保护林剑夏，如果真的出什么事，顾总一定饶不了我。顾老夫人，您息怒，我以航空公司副董事长的身份作证。你真以为在我眼里，你这个副董事长的身份有多值钱吗？今天就算是董事长来了，也不能颠倒黑白，袒护你这个害我儿子的女人。刘副总，您平时何等精明，今天却愿意拿自己的身份为林剑夏担保，这里面要是没点猫腻儿，谁信呢？我看啊，您和林剑夏早就暗地里勾搭上了吧？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拼命的帮他说话，居然连自己的声誉都不要了？顾老夫人，我觉得何经理说的简直太对了。我之前还觉得奇怪，这刘副总怎么会突然站出来为林剑夏出头？原来啊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块儿了。林剑夏，你自己做错事不说，还污蔑我和苏曼有一腿。我看你根本就是和刘副总勾搭在一起，想联手蒙骗顾老夫人，逃脱罪责。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！你不仅枉顾人命，还不知廉耻，竟然背着我和公司副董事长有染！你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沈星洲，我和刘副董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明明是你们暗通款曲，还要背地里陷害我，还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林剑夏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陷害的你？倒是你跟这个刘副总不清不楚的，我看你啊，现在就是事情败露，狗急跳了墙。林剑夏，你真是活腻了，竟然敢联合刘副董在这演戏骗我，把他给我拿下！顾老夫人，您冷静啊，这都是误会啊，您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就往下定论啊！你还敢袒护他？我看你是被这女人迷昏了头，连是非黑白都不分了是吧？刘副董，别装模作样的，我老婆早就跟你勾搭上了，不然你怎么可能冒着毁掉自己声誉的风险，这么死心塌地帮他说话？剑夏姐，没想到你平时装得这么正经，背地里居然勾搭公司高管。刘副董，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小学了吧？家里嫂子温柔贤惠，您这么帮着他，难道就不怕嫂子寒心，儿子瞧不起您吗？林剑夏，我真是没料到，你居然连破坏别人家庭这种龌龊的事都做得出来。沈星洲，你自己满肚子肮脏心思，你看谁都脏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背叛婚姻，罔顾人命？林剑夏，你少在这嘴硬！顾老夫人，您瞧瞧，这林剑夏不仅无视公司规章制度，还敢勾结高层颠倒黑白，简直无可救药。我们航空公司一定严加处理，绝对不会姑息这种害群之马。明明是你们几个人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。我和刘副董清清白白，就是正常上下级关系。他帮我是因为顾总查到了真相，让他来还我清白。明明是你们三个人一丘之貉，背地里陷害我，迟早会遭报应。何经理，你有几个胆子敢打顾总的恩人？恩人？他就是一个不知廉耻、攻击高层的毒妇。因为他，我们航空公司都得蒙羞，打的都是青的。刘副董，你跟我老婆到底搞了几次？被他迷成这样？沈心洲，我和林剑夏清清白白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她是我老婆，你这么护着她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顾总，小少爷术后的各项指标已经趋于稳定，虽然心肌活性受了点影响，
但后续只要坚持治疗，按时服药复查，就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您呀，也不用太担心。太感谢了，医生，这段时间多亏你们的照顾。这都是应该的，这都多亏了当时那个叫林剑夏的乘务长。如果没有他当时拼命叫停飞机，心脏根本没法及时送达，小少爷的手术也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。您呀，真该好好谢谢他。对，您说的对，医生，既然我弟弟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那麻烦你跟我一起去趟机场。好，您的意思是想让我当场指认那2个耽误事的人？没问题，我跟您去。好，他们既然敢拿我弟弟的性命做局，我必须让他们当场付出代价。林剑夏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认不认罪？我不认，我没错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我这么做是为了救小少爷的性命，何错之有？好呀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别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。上！刘副董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袒护这个贱人？顾老夫人，您就等一等，一会儿顾总来了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。你少拿我儿子说事儿！我今天一定要这个女人给我儿子偿命！我有证据证明林剑夏就是被冤枉的。我有证据证明林剑夏就是被冤枉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啊，顾老夫人，刘副董肯定是在拖延时间，为林剑夏狡辩呢。就是，他要有证据早就拿出来了，怎么可能等到现在？刘副董，你可别故弄玄虚，欺骗顾老夫人。刘副董，虽然你的职位比我高，但你要再袒护林剑夏，我就把你的罪行上报董事会，让董事会罢免你的职位。顾老夫人，您别着急，顾总刚才在监控室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，你就给我10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去拷贝视频资料，到时候拿过来给您看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刘副董，你就是在拖延时间，为林剑夏狡辩。顾老夫人，别听他一嘴鬼话，他就是想趁机溜走，然后去做什么伪证。刘副董，你别想耍什么花招，今天你要是敢踏出这个大厅半步，我就立刻报警，说你包庇罪犯，妨碍调查。顾老夫人，这都是他们串通好的诡计，您可千万别让他们得逞。老夫人，沈机长说的对，这刘副董他就是在故意拖延，他早就和林剑夏串供了。顾老夫人，清者自清，您就给我10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去拷贝视频资料，到时候赶回来给您看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好，我就给你10分钟，10分钟之内必须给我拿回证据，要是证据拿不回来，你和他就等着滚蛋吧。是。刘副董，看好他们，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大厅。是。看好他们，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大厅。是。急什么？等刘副董拿回来监控资料，你们的罪行就会被所有人知道。林剑夏，你得意什么？谁知道那个刘副董能不能拿回那个什么什么所谓的证据？说不定他早就跑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拿回证据。10分钟到了之后，他要是拿不回证据，你就和他一起等死吧。这刘副董根本就是虚张声势，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。你怎么那么肯定？哼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沈机长说的对，林剑夏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，哪有什么证据？你就是祸害飞机延误的罪魁祸首。现在还有多少时间？老夫人，还有3分钟。3分钟，还有3分钟。他要是拿不回证据，我立刻派人把你们抓走。林剑夏，别怕了，刘副董不会回来了，你就乖乖认命吧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夫人，15分钟。15分钟，时间已经过去15分钟。刘副董连个人影都没见，你居然又骗我！顾老夫人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刘副董肯定是见真相大白了，想甩锅，根本不是去找什么证据。林剑夏，你以为你攀上刘副董这棵大树，就能高枕无忧了？
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样把你抛弃，自己溜之大吉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今天的情况原原本本的上报给董事会，就说刘董事包庇罪犯，临阵脱逃。恳请董事会立刻罢免他的职位，一定给您和顾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顾老夫人，刘副董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，您再等一等，他一定会带着证据回来的。够了，不用再狡辩了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中用。求您了，顾老夫人，您再等一等，说不定他就回来了。别再做梦了，刚才趁着混乱，我早就让人去监控室，把所有相关的监控视频给毁了。现在就算刘副董到了监控室，也只能看到一片空白，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。沈行舟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？实话实说吧，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爱过你，我爱的只有苏曼。林剑夏，你竟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我！没想到我重来一世，居然还是这样的下场，谁能来救救我？住手！儿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都是因为这个林剑夏害你弟弟延误了手术，我已经替你惩治过他了。林剑夏，林剑夏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医生，医生，快过来救救他，他绝对不能出事。阿泽，他是害你弟弟的真凶，你怎么还救他？刘副董呢？他怎么不在？顾总，刘副董刚才一直给林剑夏狡辩，他被我们拆穿，拿不出任何证据后，就自己灰溜溜跑了。是啊，顾总，您消消气，气大了伤身。顾总，您放心，我们航空公司一定会严惩刘董事和林剑夏这种玩忽职守、无视规章的人。就是你，一直在我母亲面前煽风点火。顾总，你这是说哪里话？你就是沈星洲。我是顾总，我们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您弟弟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误会？就是你！我同你身边这个毒妇联合想要陷害林剑夏，还想害死我弟弟。儿子，不可能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不是林剑夏害了小雨吗？妈，是沈星洲和苏曼联合起来，想陷害林剑夏，故意不让医生登飞机，才耽误了小雨的手术啊！阿泽，不可能吧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们不是被刘副董给骗了吧？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一伙的。妈，是我让林副董过来给你解释情况的。啊，真是你派他来的？我还以为他们骗我呢。怎么可能呢？都是这两个狼心狗肺的，在这里混淆视听。顾总，您一定是被刘副董给哄骗了，害您弟弟的真的是林剑夏。小子，在我面前还敢撒谎！在监控室看得一清二楚，你跟这个苏曼在驾驶舱苟且，还伤我，想利用我弟弟的死恶意陷害，设计林剑夏。你们居然把我耍得团团转，真是可恶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不知天高地厚。可是林剑夏已经被顾老夫人给……既然你弟弟已经没什么事，就不如大事化了，小事化无吧。是啊，顾总，我也是被他们一直蒙蔽，才不让他们说话的。现在林剑夏已经这个样子了，要不我们一起把这事压下去，也免得给老夫人惹麻烦，是不是？压你妹！林剑夏，林剑夏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是啊，儿子，他们说的也有道理。要是林剑夏醒不过来，那肯定会牵连到我的。对，顾总，
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吧。好你个畜生，她可是你的妻子，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！妈，林剑夏可是咱家的恩人，如果没有他，小雨的心脏根本等不到，他早就没命了。他冒着违反机组规定的风险，强行叫停飞机，为的就是接那位带着心脏的医生。沈星洲和苏曼2个人故意隐瞒医生未登机的事实，就是为了陷害设计林剑夏，好让他背下所有罪责。您是被这2个小人蒙骗了。如果我们冤枉他，要是林剑夏有个3长2短，咱们顾家可就背上了忘恩负义之名啊！医生，你要用尽全力救醒他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都必须把他救醒，他不能有事。你快救救他，快！顾总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他现在只是缺氧昏迷，还有得救。啊！顾总，话可不能这样说。就算林剑夏能救活，没有实打实的证据，就凭你们几个口头说法，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而且，你说我们陷害他，你有证据吗？监控视频早就被我给毁了，谁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是啊，顾总，你有证据吗？就算你富可敌国，也不能血口喷人啊！是谁说没有证据的？顾总，我刚才去了监控室，发现核心视频都被人恶意损坏了，硬盘被砸得不成样子。我立马联系了公司的顶尖科技团队，带着设备抓紧抢修，才从服务器的备份里恢复了关键的数据，证据都在手机里了。我已经让人阻拦那个带着心脏的医生了。什么？我已经让人把所有的储存设备都毁了，备份也该备，可是换了，你怎么可能恢复啊？好你个畜生，为了掩盖罪行，竟然敢销毁公司的核心数据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妈，这下你该相信了，他们2个人为了一点私怨，竟然敢拿小雨的性命做赌注，设计陷害林剑夏。你这个毒妇，竟然拿我儿子的性命做儿戏！我今天要撕了你！对不起，顾老夫人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们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醒了，他醒了。孩子，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是我老糊涂了，都是被那2个贱人给蒙蔽了双眼，才误会了你这个大恩人。剑夏，是顾家对不住你，你救了小雨的性命，还为我们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，顾先生，只要能证明我清白就好。把这2个畜生给我拖下去！是。何经理，你是非不分，包庇纵容，还多次煽风点火。现在我正式通知你，被停职查办。后续公司会依法追究你的相关责任。没事吧？林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？不用，我没事。顾总，我只希望以后没有人再可以用别人的性命谋取私利。你放心，以后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